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瑞·萨克斯近日接受 CNBC 专访，谈到目前经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，以及为什么经济衰退可能即将来临。杰弗瑞是当代经济学界的传奇人物，28岁即获聘为哈佛终身职教授，曾担任联合国3位秘书长的高级顾问。他的著名著作有《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》。他认为最大的风险就是地缘政治动荡，包括俄乌战争及美中关系紧张。不幸的是，这些都可能变得更糟。他主张应该在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，应该和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。欧洲和俄罗斯突然停止了贸易，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，这些都使世界市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因此，企业被迫必须先弄清楚，到底可以与谁进行交易，以及不该与谁进行交易。这扰乱了世界能源市场，进而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。其次，谈到有关 AI 人工智能，人工智能对公司获利将造成什么影响呢？面对 AI 浪潮，员工和雇主应该如何因应呢？如今，凡拥有人工智能财产权者获利大幅飙升，所以新兴的一些拥有数万亿美元价值的公司。但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，这意味实际收入的降低，而非实际收入的提高，因为这代表了收入分配的转变。人工智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，但公共政策制定者需了解，这将需配套解决社会问题。所以这些获利的企业应该多缴纳一些税，而华尔街肯定紧紧抓住这波 AI 浪潮，并且积极大力投资。而公司应该采取什么措施，来确保他们的员工不会被抛弃呢？一般而言，重大技术变革并不经常发生，蒸汽机革命是其中之一，另一个是电气化。这些变革中，胜利者赢得的比失败者失去的多。整体而言，受益大于失去，但很难说每个人都从中受益。因此，实际上会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落后。技术变革的本质通常较有利于那些受过较高等教育的人，这是过去50年来的一个明显趋势。这意味很多人将被抛在后面，不仅税前不平等大幅上升，并且税后和转移不平等也会大幅上升。换句话说，将是个更加分裂的社会。AI 领域的亿万富翁领导人都是自由主义者，他们会说：“别担心，交给我们吧。” That's easy if you're a billionaire, but it's not so easy if you've lost your job. So in this sense, I think that we really need to have a fair assessment of this great potential technology to make sure that it works for society broadly. 接下来谈到美国为何陷入停滞性衰退 ，AI 可以拯救我们的经济吗？他认为目前经济正处于通货膨胀阶段，这实际上是从新冠疫情以及货币供给大规模扩张开始，而目前处周期结束阶段。现在美国联准会正在做必要的紧缩，实际上通胀压力的严重性超乎想象，所以不容易那么快结束。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。况且除此之外，还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，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供给冲击。这意味制定明确的前进道路将更加困难，所以他认为经济衰退是很有可能的。他给政府的建议是：停止战争，开始和平，因为只有这样经济才会变得更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，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了。